她是观音的徒弟，真实身份却比观音还高，美貌绝伦，且法力高强。在西游里，身为菩萨之首的观音，在世间最受瞻仰，家家阿弥陀，户户观世音。观音菩萨具有大慈悲精神，他要为众生普度。在西游里，他还奉佛旨亲自监管西天取经项目，为唐僧排忧解难。因此，观音身边免不了需要几个徒弟帮忙打理事务。在西游里，观音一出场，身边就带着一个徒弟，他就是观音的大弟子木吒，唤作晦暗使者，是哪吒的二哥，托塔李天王的二公子。足见观音的慈悲胸怀有多大吸引力，能人都愿意为他做衬托。除了木吒外，观音在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又新收了2个法力高强的徒弟，一个是黑风山的黑熊怪，进步青年代表，懂得给自己制造机会，他的武艺与孙悟空旗鼓相当。另一个就是住在浩山枯松涧虎云洞的红孩，因他阻碍了唐僧西天取经，被观音收为徒弟，唤作善财童子。三昧真火是他的独门法术，曾经把孙悟空烧得剩下半条命。除了以上3位，观音还有一位女徒弟，真实身份却比观音还高，美貌绝伦，且法力高强。她就是经常在观音身边的手托净瓶的龙女，唤作善财龙女。其实龙女本是婆伽罗龙王的小女儿，她自幼智慧通达，8岁时已善根成熟，在法华会上听经当众成佛。但是由于她仰慕观音的慈悲为怀和普度众生，所以愿意自降身份拜入观音门下，成为观音菩萨的右近侍。所以说，龙女的真实身份比观音菩萨还要高。龙女在西游中没有真正出场，仅是观音画中带过。在第42回，孙悟空为了降服红孩球，去南海求助观音。观音说了2句描述龙女的话，一句说龙女美貌绝伦，菩萨道：你见我这龙女貌美，净瓶又是个宝物，你假若骗了去，却那有功夫又来寻你。好像这话中有话，似乎是说孙悟空对龙女有点意思。另一句是证明了龙女的实力有多强。菩萨道：你却拿不动，但要这善财龙女与你同去，你却又不是好心，专一智慧骗人。原来孙悟空拿不动装了一南海水的净瓶，而龙女却可以轻松拿起托在手中，可见龙女的法力有多厉害，直接秒杀孙悟空。所以说，龙女是观音的徒弟，真实身份却比观音还高，美貌绝伦，且法力高强。龙女的得道与善财童子大不相同，善财童子历经千辛万苦，53参始得道，而龙女则是快速成佛。龙女成佛有多快？这么说吧，就是听了说法之后的刹那功夫。据印度佛经记载，龙女本是佛教护法天神20诸天之一梭杰罗龙的女儿。龙女聪颖过人，年方8岁时，偶然听到文殊菩萨在龙宫说法，顿然觉悟，遂至灵鹫山礼拜释迦牟尼，以龙身成就佛道。龙女成佛后，在诸佛之间引起轰动，很多人心中都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。毕竟大多数人想要成佛，都要进行苦苦修行。强如释迦牟尼佛，也是经过很多劫难和磨练，才修成正果。一个小女孩只听了文殊菩萨说了1次法，便成为了佛，着实有些魔幻。智积菩萨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舍利弗便是怀疑派的一员。为了查明龙女是否真的如传言那样立地成佛，二人便趁着释迦牟尼佛在场的时候，拦住了文殊菩萨，询问经过。就在3人相持不下的时候，龙女出现了。舍利弗在释迦牟尼佛的门中以敏捷多闻著称，在他的认识中，女人的身体是非常脏的，根本没资格成佛。故而他看到龙女后，气儿便不打一处来，口出奚落之言：哼，你一个小丫头，怎么能够立即成佛？龙女听到这句话后，没动声色。只见她从怀中掏出了一颗价值3000大千世界的宝珠，献给了释迦牟尼佛。一见这颗宝珠，释迦牟尼佛非常高兴，开开心心地接了过去。待宝珠到释迦牟尼佛手中后，龙女才问舍利弗和智积菩萨：
我现宝珠，世尊马上要了，这是快不快？二位回答：快极了。龙女说：你们看我成佛也是这么快。说罢，龙女当众变为了男子，具菩萨行，即往南方无垢世界，坐宝莲花，成等正觉。舍利弗和智积看得目瞪口呆，当着释迦牟尼的面也不好说什么，只得悻悻作罢。按照印度佛经的说法，龙女是佛，观音是菩萨，这么来看，龙女的身份比观音菩萨还要高。那既然如此，龙女是如何成为观音菩萨的右胁侍的？从印度佛经中我们不太清楚，毕竟在龙女成佛的过程中，观音菩萨甚至连脸都没露过。不过在我国流传着龙女与观音的关系极为密切的传说。相传龙女是东海龙王之女，她活泼可爱，喜欢人间。有一次，她变成了一位渔家少女，来到人间看鱼灯，但不知道被什么地方泼下来的冷水一击现了原形，变成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鱼。有人看着这条鱼如此肥硕，觉得能卖个好价钱，于是便扛着鱼到市场上叫卖。此事观音菩萨看得一清二楚，他派善财童子变身小沙弥去解救。正当一个胖后生要用大斧把鱼劈开时，小沙弥买下了这条鱼，并把它放回大海。龙女回宫后受到了父亲的训斥，东海龙王害怕玉帝责怪，盛怒之下把龙女赶出了龙宫。观音菩萨得知后，派善财童子把龙女接到朝音洞，自此之后，龙女成为了观音菩萨的胁侍。这则传说与印度佛经上的记载很不相同。印度佛经上的记载宣传了立地成佛的理念，而中国的民间传说写观音菩萨搭救龙女有恩，因而龙女日后伴随观音。中国的民间传说更鲜明地表现了观音菩萨的慈悲情怀。龙女的神职功能与善财童子差不多，都是辅助观音菩萨成就其度恶济人之业，因而受到人们世代的尊崇。